如果你在新闻里看到一台车没有驾驶，却能在道路上行驶，第一个问题不该只是它会不会自己开，真正该问的是它跑在哪里，谁可以使用，出了事谁负责，以及人在什么时候还能介入。因为一台会自己开的车和一个可以让一般人付费叫车的服务，中间隔着的不只是一套感测器，而是一整套营运与责任系统。今天以 Waymo 在美国已公开提供自动驾驶轿车服务的案例为例，其实际服务程式、范围与可用条件仍以 Waymo 官方当日公告为准。我们不讨论它是不是洋家，也不预测台湾哪一天会上路，只用3张清单拆开所有无人计程车来了的新闻。第1章是车与赶车，第2章是营运区域，第3章是责任、保险与远端资源。只要少了一章，展示可能还是展示，实验也可能还只是实验。Waymo 官方 Rides 将其定位为面向公众的自动驾驶轿车服务，并列出官方服务程式、实际服务范围、时段与可用条件，应以该页面当日资讯为准。这句话可以证明的是，在官方列示的美国范围内，Waymo 把它的服务定位为可供大众使用的 Autonomous Ride-Hailing Service， 但它不能直接证明3件事：第一，它不等于 Waymo 在每一个美国城市都能营运；第二，它不等于这个服务可以直接复制到台湾；第三，它也不等于任何一辆装了感测器的车都已经具备同样的营运能力。所以，看到品牌名称之前，先看服务范围；看到车之前，先看制度。第1张清单是车与赶车。很多人会把自动驾驶浓缩成一个问题：它看不看得见？但一台进入道路系统的无人载具，至少还要回答4个问题：它怎么感测周围环境？怎么知道自己在哪里？怎么做决策？以及系统出现异常时，谁能接手？台湾无人载具科技创新实验条例第3条对无人载具的定义列出赶车、定位、监控以及决策与控制等技术。特别重要的是监控。法律中的无人不是把人完全从系统中删除，条文要求监控操作人员和载具保持持续双向的通讯连结，而且可以随时取得无人载具的完全控制权。这不代表每1秒都有人手动开车，它的意思是，在制度设计里，系统不是一个完全没有责任落点的黑盒子。所以当你看到一支自驾车影片，第1张清单要问的不是车顶上有几颗感测器，而是它的监控与接管机制是什么，断线怎么办，异常怎么记录。如果这些问题没有答案，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技术展示，不是完整服务。第2张清单是营运区域。一台车能跑，不表示它能在任何一条路跑，能在某个时段跑，也不表示它可以全天候向所有人开放。台湾的无人载具创新实验制度要求申请人提出实验计划，内容包括范围、期间、亏薄，还有已完成的模拟分析或封闭场域实验说明。这几个字很重要：范围、期间、亏薄。范围代表跑在哪里，期间代表核准到什么时候，亏薄代表多少车、多少参与者，在什么条件下运作。而且开放场域不是把车开上路就好，条例要求申请案提出封闭或模拟测试的经验与资料，还要说明交通影响、交通安全以及风险管理措施。因此，在路上看到车和可以像叫计程车一样使用，中间至少还有一层营运设计。这也是为什么一则新闻如果只告诉你车很厉害，却没有说明服务区域、运行条件、用户资格与时段，它还没有回答最实际的问题：谁可以用，在哪里用，什么时候能用。台湾确实有无人载具科技创新实验条例，主管机关是经济部，它的目的是在安全的框架内，让无人载具科技服务与营运进行创新实验。但这里的关键字是创新实验，它不是一张所有自驾计程车都可以直接上路的通行证。制度设计是由申请人提出计划，
交代实验范围、期间、风险、保险、交通影响、参与者保护，以及涉及营运行为时的规划，再由跨部会审查机制审查。如果申请获准，核准决定还必须列明，在实验期间哪些法律、法规命令或行政规则被排除使用。主管机关也可以附加条件，例如限制参与者资格或调整实验内容。所以正确的理解不是有条例所以能上路，而是有条例所以特定申请案可以在写明的条件内申请进行实验。初次核准最长1年，展延也有条件与上限，超出核准范围，未依计划执行或出现安全疑虑，主管机关可以要求改善，也可以废止核准。这正是第2张清单要看的东西，它不是在哪里展示，而是在哪里、到哪一天、依什么条件获准运作。第3张清单是最容易被忽略，却最接近真正服务的一张。责任、保险与远端资源。在台湾制度里，申请案必须提出潜在风险、风险管理、降低风险措施、参与实验者与利害关系人的保护措施以及保险规划。条例也要求在实验期间定期通报人为方式介入控制权的次数与原因。这个栏位很有意思，因为它提醒我们，自动化程度不是只有或没有2种状态。真正该问的是，什么情境下需要介入，由谁介入，介入次数与原因是否有依规定通报，事故与异常又如何依个案计划处理。安全事故发生后，处理也不是一句系统会负责就结束，相关规定要求申请人立即暂停实验，并在规定时间内通报主管机关与交通主管机关。更重要的是，创新实验的排除实用并不包含民事与刑事责任，也就是说，实验不是免责，事故发生后，赔偿与责任问题依然存在。这张清单会把讨论从酷炫的车拉回最实际的服务。保险在哪里？乘客怎么求助？路上的人受影响怎么处理？远端资源在什么时候能做什么？没有这些答案，就很难仅凭一台车或一次上路画面，判定它已具备可供一般乘客使用的完整服务条件。到这里，可以把所有自驾车新闻放进4个不同的格子。第一格，展示，它可能证明产品存在，也可能让你看到车辆设计，但不代表对外服务。第2格，创新实验，它必须看核准范围、期限、条件与实验内容。第3格，开放道路测试，它代表车可能进入道路环境，但还要问有没有载客，谁能参与，是否收费，谁在监控。第4格，向一般大众开放的付费轿车服务，这才是一般人最直觉理解的 Robotaxi。这4格不能互相偷换，尤其在台湾，主管机关依法应公开创新实验的申请人、内容、期间、范围与排除适用法规等资讯。查核日当下，我们没有找到可直接核验且明确仍有效的官方个案公告，因此这支影片不会把任何展示、历史新闻、采购案或企业说法说成现行核准案。如果未来看到无人车来台的消息，请先找4个栏位：谁申请、核准到哪一天、在哪里跑，以及哪些规则被个案核准排除。Waymo的案例提醒我们，无人计程车不是只靠一台车就能成立，车与赶车决定它怎么理解道路，营运区域决定谁能在什么条件下使用，责任、保险与远端资源决定系统遇到问题时谁来承担，谁能处理。所以下一次你看到一台自动驾驶车，不要急着问它是不是已经取代计程车司机，先问3张清单：它能看见什么？它能在哪里跑？出了事谁负责？当这3个问题都有清楚答案，我们才有资格谈一个城市距离真正的 Robotaxi 服务还有多远。实际功能与营运状态仍应以个案核准与最后发布为准。